天选之人，你终于来了。这是来自宇宙的提醒。当你提高自己的振动，去维护和修持自己能量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显化的能力有多强。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习惯性的围绕方法论。你的焦虑永远在问题如何解决和如何摆脱困顿上，结果就是你想的无数方法却越发困顿。而当你醒去后，你会明白这一切了无所得，如同你清醒之后，你不会再去考虑如何解决梦中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梦中的问题对于清醒的你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梦中的一切你记得不到也带不走，你会回到和能量的层面，因为你知道当下的状态是果，有果必有因，原来则因就可以了。因为当下的能量状态决定着你所遇到的人、发生的事、见到的物。假如你提高能量，一切也就会烟消云散，如同100摄氏度只能烧开水，而1000摄氏度可以直接让水气化。水代表人事物，温度即能量，所以解决问题不是让你在这些事项中纠缠，因为在梦中去纠缠只会让你继续做梦了无出期，只有醒了才不会痛苦。你只需要提升能量，你可以先从小事开始体验，比如说给一些小动物投喂食物，但在做的时候，心应该是平常心、平等心，还比如对他人的一个微笑、一句感谢，不要吝啬对任何事物施以援手，不要吝啬对任何人的祝福，因为这是一份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能量，尤其在这个动荡、物欲横流的时代，你的善良与爱在此刻变得弥足珍贵。人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健康与安危而考虑，如果你能分一部分你的爱出去，你将收获更多的能量与福德，因为它是附带着天地的祝福，将成倍地回流到你身上，将你的光与爱继续传递出去。这份福德与荣耀会加速在当下。如果你真心祝福别人，真心希望别人好，希望这个世界好，你将收获一个真心的人生。这是一个极可显化的世界。当你振动提升，能量提升的时候，就是你磁场逐步强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进入了一个魔法的世界，你自己都说不清，或许就稍微动了一个心念，就会发现要不了多久将收到提示与暗示。这些暗示或提示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你需要做的就是觉察。它可能是一段文字，一个视频，一个广告，只要你锻炼这种觉察力，你的生活就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上天将这些礼物的线索都藏在你每天的生活中，这就是为什么总是强调要你将注意力收回来的原因。当你集中精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私心杂念。这种觉察的能力是在你专注的情况下获得，而这份能力就是发现线索与下载智慧的能力。而你要做的就是臣服，顺势而为。很多时候我们被告诉做好事的时候不能有不好的想法，比如吝啬、傲慢、自大等等。其实没关系，
一开始可以有，都有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些心理反应也恰恰是你做好事当下的善报。因为没有这些，你如何能照见自己的习气呢？看不见这些，如何检验自己的修为？如何修正呢？比如很多人对众生也有祝福心，但一做事就现原形了，做不到了。这就是缺乏时上练心的表现。因为就算你知道这些，但是你不去做，如同在漆黑的房间里，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是只要你去实践，就如同太阳光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你只有看清楚了，才可以决定什么该留，什么该清楚。这难道不是善报吗？很多人觉得善报是心想事成，你不通过做事看见那些拧巴心、傲慢心、吝啬心、多疑心、恐惧心如何事成？而这些恰恰是障碍我们的绊脚石，只有看到它们，才能增强我们的觉察力、定力、心力，把绊脚石转为垫脚石，才可以真正的醒来。所以只管去做事，无论是没想法，还是好想法或坏想法，只要你的觉照力在，事事都是好事，念念都是好念。这个过程就是顺应天道、天人合一的过程。无论发生什么，你只需臣服与接纳。接下来的路不是挣扎与矛盾，而是顺遂觉照，学会接受顺应天道的过程。而这背后，你会发现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催促着你走进一条宽敞明亮又轻松的大道。这就是在与天合作，你自然就受到天地和宇宙的护佑。这正是你走在自己的大运之上，走在宇宙这条大道之上。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或许可以称为直觉时代，身处这场个人与社会的巨大转变，虽然可能会让你经历情绪与能量的煎熬，但最终却能带你抵达一个非常美妙的境地，探索个人振动的力量。若你能够成功地度过各个转化阶段，你将学会发展出健康、有意识、对你和他人都有益处的灵敏力。接下来，我将与你探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9个阶段，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人生与现况。值得注意的是，每个阶段中你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抗拒改变只会阻碍自己的发展，加深恐惧，并且创造出不必要的压力与不安。而当你信任这个转变之流，放下了一切挣扎，去接受你所需要的经历，那么你的身体的频率、情绪的频率及心智的频率都会提升。理解这一转化的过程，你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转变的过程是相当流动的，不同阶段常会混在一起。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历了每个阶段的全部或一部分，你也可能很轻松的就通过了某个阶段，但在另外一个阶段花了许多时间，或者在2至3个阶段来来回回了好一阵子。甚至你可能会以为你已经完成了转化，却又发现自己受到新的更高能量波的影响，而再次的经历了转化的过程，看到自己灵魂的更多部分。不过这一次却轻松多了，
每个阶段并没有固定的时程，你的精力只属于你自己，而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部分总会凸显出来。最后，每个人都相互经历转化的过程，因为它影响了整个地球。你越有意识，越能积极主动，就能越快而轻松地通过它。找出进化中的逻辑，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人生与现状。每个步骤都会自然地与下一个阶段流动，而在每一个阶段中，你都可以做出选择。信任这个流会将你带到更好的人生。如果你信任有一个更高的神圣力量在引导这个流，那么你身体、情绪、心智的频率都会提升。最初的转化阶段主要是清除阻碍或干扰的主要事物，好让你的灵魂表达自己，去体验爱。之后，所有破坏的征兆都会消失，而你会开始如花朵般绽放，愉快地展开你的天命。第一阶段，心灵与身体、心智合而为一。三次元的物质世界开始回应由外涌入的高频率能量，这个你原来不及的更高层次的觉知，正让你知道它的存在。我很兴奋地知晓，生命不止如此，我想要更好。第一阶段有个征兆是心智与身体的合一。当心智与身体合一，灵魂就会显现，而你会发现，原来它始终存在于一切事物之内。许多人现在都开始体验到一种从浓密的集体意识中渗滤下来的新能量，这股能量激发你的灵魂去寻找表达的自由，并且放大你内心的声音。这股新的星球能量促使大家去思考更多关于新的事，以及新在所有人类事物中的潜力。第二阶段，生命频率正在增高。当灵性频率穿透的物质世界，它同时会充满你的心智与情绪。你的身体渴望调试到更高的振动，虽然一开始会让你感到不舒服，高频率能量会同时启动正面及负面的情绪，让你更加注意到情绪的存在。我很累，但却睡不着。我现在就想要得到我想要的。你的身体会觉得疲惫至极，比平常更容易生病，或是更容易觉得头痛。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历过多事情，变得不耐烦、易怒，而且没有办法放松。失眠是常见的情况，但有时候你又会熟睡得像个婴儿一样。这两种情况交替发生着。这个阶段的正面影响是，当高能量频率流向你，你会感觉更有活力与耐力，同时也会拥有更好的觉知，也就是更高频率的感受。爱、慷慨、快乐、热诚及更好频率的思维与动机、发明、创造力、灵感、宽恕、服务、疗愈。然后你渴望能够知道更多，渴望去探索种种奥秘，经验自己的灵魂。你了解到正面思考及爱如何能够疗愈，而且你会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干净、减重、排毒、回春、锻炼，更有意识且更灵巧的活动。第三阶段，个人与集体潜意识心智开始净空。当你的情绪与肉体的振动速率增加时，
潜意识阻塞物，也就是以恐惧为基础，低频率情绪就不会再继续堆积和压抑了。低频率无法存在于高频率的能量与觉知场中，于是这些阻塞物开始从隐身之处爆炸开来，进入你的意识心智中，于是被压抑的记忆浮出了表面，个人戏剧性事件与创伤会出现，而过去深信不疑的消极思维也会下意识地重新启动。你一定要下定决心，踏上穿越底层世界的英勇之旅，深入潜意识与未知中，去寻找答案，以理解这一切。此时自然会出现极大的抗拒，而你需要勇气，也需要知道确实有可行的方法让你继续前进。你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而那些浮出表面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你。我最糟糕恐惧正在成型，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当你潜意识心智犹如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你会发现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增加了。你现在会注意到许多两极化的事物，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信念及情绪。这个阶段会出现的正面结果是，如果你让更高的能量流过你，并且充满爱心与耐心去处理眼前的状况，你就会学习到，你无法避免你所不喜欢的种种两极化，而是一定要让每一种选择都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你会拥抱镜像这个概念，别人有的我同样也有，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你也将学会接纳两极化的双方，感觉他们如何滋养彼此，而你又如何从你一直拒绝的某部分自己来获取能量和资讯。你会意识到你之前没有察觉到的情绪触发钮。第4阶段，你再次紧缩，加强防备、抗拒、压抑。正当你看起来已经从多年恐惧中释放自己，情感创伤也完全复原之际，你的小我，以恐惧与自我保护为基础的那一部分心智，却开始介入并大声疾呼：我还没有死。他会为了保留过去那个困难但却熟悉的生活方式而奋战，激烈的拒绝、放下和信任。我待在自己的世界中，而且我是对的。我觉得我困在冲突之中。这个阶段的正面结果是，你会在你所有生活领域中历经突如其来的突破，它带来新的洞见，能疗愈你内心的伤痛。从艰辛童年所衍生出来的问题真消失了，独处反而让你能够更懂得与别人合作，而过去让你反应激烈的事情，现在几乎不会影响你了。你能更看透别人所陷入的混沌状况，不会受到诱惑，而且你将更清楚看见自己前方的路。第5阶段，旧架构的崩溃和瓦解。面对根本无法避免的事，我们只能抗拒一段时间而已。当我们在个人与社会的层面历经到小我的死亡时，许多人会惊慌失措，以为世界即将终结，但那只是像蛰在蜕皮。真正发生的是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了改变，从一个受限的自己变成了非常开阔的自己。我需要改变，因为所有的方法都没有用了。我一定要放下。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当旧的信念瓦解，
你可能会经历理想的幻灭，你可能已不太清楚确定自己是谁，你要依赖什么而活，或者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这个阶段的结果是，如果你允许你不需要的东西消散瓦解，你就会发现外在的规则其实不是那么必要，内在的自己会指引你，你也会了解你正在依循自然、和谐与秩序的天然法则而活，你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到自己的最高智慧的指引。就结构的崩坏是生命的自然方式，使你准备好接受新的自己。第6阶段，放下，进入最真实的自己。你终于来到停止搏斗与挣扎的时刻，因为这一切都失效了。也许你会落到谷底，也或者一个神秘的开悟时刻在某一天席卷了你，向你揭露了简单的真相。你完全被吸进当下这一刻，远离了你喜欢控制一切小我。你没办法叫自己去做那些过去做起来似乎很有效的事，而你也首次真正体验到你的灵魂震动，单纯、宽阔、安静、自由与祥和。不过当你第一次进入这个状态时，你可能会觉得很空虚，你的心智可能会惊慌，想要逃开，回到忙碌的状态，舒服的行为与想法。只要你让一切自然发生，你就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之中的深奥，而这个体会将转化成一种释放、恩宠，最终成为一种喜悦。突然间，你知道自己是谁了，而且全身上下都知道，你已经放下，找到真实的中心。这感觉实在太棒了，你已经来到进步的尽头，不用再多做什么了。现在你进入了一个时期，可能会失去做事的动机，感觉自己处在不确定的迷失状态，渴望有时间置身于大自然或独处，或者你会开始质疑你做过的所有事情和你的目标，因为它们现在看起来不再适合或不再有趣了。但你不会陷入一种被害者的思维，你会更为中立、客观。你专注于无条件地接受自己，接受其他人，接受生命，专注地放下并信赖一切。这是一个成熟期，你的灵魂频率充满了你会从自己中心部位直接收到清晰而微妙的讯号。当我放下，那感觉好极了，我可以在每一个地方感觉到真正的自己。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这种经验。在这相对地平静中，你可能会感觉到你的价值体系、信念系统以及你的细胞分子都被新排列过一次，你整个人都被重新连接了。你会看出生命中最后一丝残留的不真实，而且下定决心不再以不真实的自己来参与这个世界。也许你与这个社会显得格格不入是很明显的事，但你一定要抵挡住他们给你的压力，别再回复过去的习惯。这个阶段的正面结果是，一旦你做了这个选择，一切都会改观，而你的生活、健康与幸福都会出现戏剧性的改善。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与情绪都感觉好多了，创意与成功也都变得非常容易。
你善于获取洞见，记起了长久遗忘的实相，拥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且这通常是突然发生的。第7阶段，你有如浴火凤凰般的重新现身于这个世界。经过第6阶段的大转折点之后，就不会再有破坏你的能量和觉察的状况了，一切从此向上提升。要认同你的灵魂震动，你的理解要从旧的自己转换到新的自己，生活方式也不同了。现在你不需要靠意志力来生活，你会看见一切都在完美运作。你了解到你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在一个互相支援的状态下相连，而且生活会帮助你去做你应做，拥有你所需。你会对自我应验与自我负责感兴趣，满脑子都是自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而且想要做一些由你的身体、心智与灵魂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事。我对自己天命感到兴奋雀跃，就算其他人用较低的频率在震动，我也能轻松地掌握我的新频率。当你看到其他人还没有转化，你不会害怕他将你拖垮，相反的，你会运用你更高频率让更多人变得更好。你充满希望、热诚、乐观，有信心，也有灵感。你有源源不绝的创新之举，你积极地认定你的天命源泉，投入并认真实践。你深入了解自己被打造的工作与自我表现，你遵从这个从你出生开始呈现出来的深刻倾向，并且消除所有驱使你的动机，以找到自然、毫不费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你最真实的动机不是去达成目标，而是让自己能够拥有多重面向。在生命之流中，你可以变得完全不同。如果生命要将你送往新方向的话，实现目标变得比较简单，也比较有趣，而且过去与未来都消失于一个扩展的当下。你对时间的概念也因此有全然的改变。第8阶段，关系、家庭与团体的经验都彻底改变了。现在你已经感觉到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是多么亲密的互相渗透，也知道自己同时身为个人的自己、我和集体的自己、我们。你能感觉到自己与别人如何影响彼此的生活，因此你想要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因为这是对其他人好的一种方式。别人都很喜欢帮助我，我也很喜欢帮助他们。你会变得更有包容力与博爱，你在人与人之间看到了相似之处，并且觉得大家的不同之处很有趣，也很有价值。你会与大家同心协力，是因为你发自内心感受到伙伴之意与同胞之情。你将你的种种关系看成是自己的各种面向，且能够顺着流的指示，自在地给予与接受。这大大影响了你对于丰盛的定义，以及如何看待你所拥有的，让你更有想象力、创造力和生命力。你会对阴性、善于接受的能量和阳性、生气勃勃的能量培养出新的理解。你会平衡自己，让你洞察力更加流畅，更有创造力，永远处于更新的状态中。
当你了解觉知与能量的阴阳平衡后，你会在这些特质与男女互动关系之间看到相似性。你发现一种新的觉知，两个内在平衡的人可能有怎样的关系，以及两性能有怎样的崭新行为。对于人际关系的形成与终止，你会更冷静也更慈悲，因为你感觉得到灵魂对于在一起与分开所抱持的目的为何。你会经常臣服于爱那纯粹的庄严美丽。你也可能会注意到，婚姻、家庭、团队合作、组织甚至国际政治都有了更广阔的定义。你真正是你自己，不需要挣扎。同时，你可以与任何团队中那同化了的团体心智共识，达成更负责、完整的高频率解答、创新和愉快的社交经历。你变得擅长之前被认为非属正常范围或超自然的意识技能，它们牵涉到架桥连结与共振，譬如心电感应、心灵疗愈等。第9阶段，开悟就根植于每一样事物之中。当你得到灵感启发而跟他人合作和创造，便有共同的智慧与无限的感谢随之而来。爱真正的意思是那股自然的力量，它和谐一致地存在于整个宇宙，能够创造出奇迹。当你帮助别人是出于自由意志选择时，所有人都会经历丰富的滋润。我觉得自由而且没有限制，只要我想，我就可以穿越甚至超越时间、空间，我可以创造任何事物，瞬间知晓一切。就个人来说，你采取了积极的步骤来遵照天命行事，并且从灵魂的智慧所产出的果中获得了孩童般的愉悦。当你处在当下，在心里，在身体，与所有知识、能量、资源及合作对象连接时，你就会了解合一场的力量能够帮助你实现的愿景。你会发现创造即实现的过程如何运作，并且体会合一场如同你自己身体的延伸，因为外在的世界并没有与你分离。你的人生中愿望到结果的过程不只是快，而是瞬间发生，因为你知道该如何沉着地与当下这个自然的过滤系统合作。你了解到你的天命是基于你跟别的灵魂及其天命的相互连结而进化。你也会找到在流动的世界中规划与达到目标的方法。出生与死亡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为你已经懂得随心所欲的来去和经历了。你的身体变得更轻盈，也更通透。你知晓并经验着人间天堂。身体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存储了我们巨量的信息和资源。当我们和身体亲密相处时，当身体健康愉悦地支持我们时，我们就显得生意盎然，会感觉到活得美好与喜悦。我们人体就像一台收音机，我们的能量状态是一种频率和波动。当我们健康状况良好，心情愉悦时，我们的能量波是高振频的，这样我们接收到自然和宇宙及周围环境中的同频能量，这样会让我们更加喜悦和高能量。相反，当我们的健康和心态出现问题，
我们的频率只能吸引到消极负面能量，这会让我们陷入负面的泥潭，焦虑、抑郁、各种强迫症等等就会出现。幸运的是，我们拥有身体，即使我们的情绪处于低潮，如果我们有觉察，能够立马调动身体的智慧，随歌舞动，我们就能立马春暖花开，拨云见日。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升级我的灵魂。愿你成功穿越灵魂转化的9个阶段，打开身体，提升振频，美好的事物会一直追随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